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首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一样东西一定要跟你们说，那就是我的影片不是油画教学，而是我想要把我在通过看 YouTube，学习油画的过程呢，和你们大家一起分享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易的把我影片当做教材。如果你觉得哪里有错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纠正我，谢谢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可以先 tone 我们的 canvas。至于为什么我要 tone 我们的 canvas，原因有三。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容易分辨颜色，尤其是白色和亮色的。因为当你在一个白底的帆布上面画画的时候，你会很难分辨整幅画中的光暗在哪里。所以当你有一个比较暗色、比较 middle tone 的 background 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容易去调整你整幅画作的光暗。第二个原因是为了避免留白，因为留白会影响你整幅画作的美感。第三是因为有些人当他看到一幅白白干干净净的帆布的时候，他会有点心理作用，他不想要去弄坏或者玷污这个那么美的，他们不想要白白浪费掉这个帆布，所以在你开始之前，你可以先上一层底色，而这层底色是不需要很干净、很工整的，你只要随心所欲的画上去就对了。重点是不要在你绘画之前让你承受太大的压力，心理压力。不过这里有样东西要注意的是，通常这种底色会需要1到2天才会干。我这个是给它放了整整2天才会干，因为如果你在它还没有干的时候你就开始作画，你就会像我上一幅这样，会到处留下手指印，像这边，还有这边。OK，所以准备工作讲完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画画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绘画主角是葡萄，所以像往常一样，我们都是先用稀释的黑色先把 outline 画出来。然后就开始上我们的底色。今天我的颜色用到比较多，用到 sap green、带点点 white、burnt umber、ivory black， 还有 paints grey。然后涂的方式是以点的方式啦，就点出来。这里我也顺便把台面也一起涂出来，颜色用的是一样，只是涂的方式不一样。这边是比较多是用横线这样画出来。在这里我也是用了一点点 lemon yellow， 主要是为了要交代整幅画它的光线在哪里。在我的底色弄完过后，我就开始为我的铁盆还有我的葡萄上面上底色，用的也是 burnt umber。现在就轮到给我的铁盆上色，在这里我用了一点 ultramarine， 然后涂的方式也是尽量采用点的方式，因为我希望可以让我的铁盆看起来比较凹凸不平，不是那种很 smooth 的那种，给它好像有点复古的感觉。铁盘弄完了，就轮到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也就是葡萄。对于葡萄的颜色，我是选择用 violet， 也就是紫色，还有就是 crimson、brilliant red， 还有 lemon yellow。至于为什么我要用黄色呢？其实这个也是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一个大师教我的。他意思是说，当葡萄被光线照射的时候，除了在它被照射的地方会有反光，只剩白色之外，同时光线也会穿过葡萄本身，造成它另一边也会微微的发光。在这里我就用黄色来代替它那微微发光的部分。之后我就陆陆续续将其他的葡萄也用同样的方式涂完。每一颗都要记得加一点黄，加一点白，让它可以更加夺目。之后我还多加了几颗葡萄在后面，因为它们是在后面，它们作为陪衬，所以它们的颜色是不会那么的夺目。
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了比较少的白色和黄色。之后就轮到我们前面那一颗孤零零的葡萄因为它在最前面，所以它的 detail 要做的比较清楚一点点，要加上影子，然后再在我们的铁碗上面再加一个倒影。因为它是倒影，所以它的颜色当然也是会比实物比较浅一点，比较灰色。再加一点点 touch up，然后我们的葡萄花就完成了。在这里也是要分享一些我觉得可以再改进的地方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在这幅画我的比例拿捏还不是很好，例如那个葡萄好像都太过偏向右边，然后那个铁盘的 size 实际上也是太小一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把铁盘放大一点，然后我的葡萄也可以更分散一点点。谢谢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。